前阵子呢，跟大家分享了非常多有关于 LINE AI 相关的机器人。那有人问到说，我可不可以呢做一个是通知功能的？比如说每天早上8点，把我当天的 Google 行事历的内容呢传送到我的 LINE 里面去通知我。今天我们就要来教大家要怎么去延伸做出这样的通知功能吧。Go！我们的会员频道已经正式启用喽！如果你对 AI 教学内容有兴趣，每个月只要1杯咖啡的钱，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内容。想要更加深入学习，但常常出问题，选择学习 Plus 方案，就有1对1的聊天管道。或是呢，你愿意支持我们，也可以每个月请我喝罐养乐多，让我持续创作更多内容。影片要开始喽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汤。今天呢，我们就不会很繁琐的再去从 LINE 的机器人啊，然后 Make 的建立整个流程再去教大家。主要就是讲解要怎么透过 Make 去打造一个将 Google 行事历当天行程通知到你 LINE 的这个功能的部分。往下我们就来看这要怎么去制作吧。今天我们这个教学的流程呢会比较进阶一点点。如果呢你没有用过 Make 或是没有建立过任何 LINE 的相关机器人的话，建议你可以先往前去看我任一支有关于 LINE AI 相关机器人的教学。那看完之后再来接续这个影片会比较看得懂一点。好，首先第一个步骤，我们在 Make 里面直接建立一个新的场景，我们不需要用原本的 LINE 的相关 AI 机器人那些流程来继续延续打造，因为我们要建立的是每天固定几点来通知你 Google 行事历的这个内容，所以我们直接建立一个新的会是比较好的。第一个步骤，我们先选择 Tools， 然后往下拉，选择多重字串这一个的设定，再来有2个值我们要把它设定进去，我们一个一个增加。第一个 Add Item 之后，我们先输入 Start， 也就是我们要搜寻 Google 行事历的起始值。字串内容的部分呢，我这边会直接提供在资讯栏，你可以去复制贴上就好。再来新增第2个 Item， 就是结束的时间，一样我们就输入一个好记的名称 end 好了，然后字串的部分一样会放在资讯栏，大家直接去把它贴上。但重点其实就是0000到2359，当天呢整个时间可以囊括下来的这个范围就对了，然后按下储存。好，这时候我们可以先点击 Run Once 来确认一下这个时间的格式有没有问题，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往下建立 Google 行事历的模组。在后面点击之后，我们找到 Google 行事历，这次我们要使用的是 Search Events， 然后上面呢去选择你想要使用的行事历，如果这边没有的话，你就记得点 ADD 之后，然后连结你的 Google 账号，这边往下拉就可以选择你要搜寻的这个 Google 行事历。再来起始日期，我们就可以用我们刚刚已经建立好了 Start， 然后结束要用 End。那有人会问，为什么我不是直接这边输入我们刚刚那个字串的日期时间呢？这个其实我有试过，在这边如果直接套用那个公式的话，怎么样都会格式错误，所以前面多加这一层给它的话，就没有这个问题了。好，再往下可以勾选一下这个 Single Events， 把它选择 Yes， 然后再往下拉到底。如果你的行事历行程比较多的话，记得这个 Limit 呢可以自己改一下数值。如果你的行事历可能会大于10个，我觉得不太容易啦。那如果你会大于的话，就去修改一下，比如说20、30都是可以的。然后再来按下 Save。那一样的，每一个模组我们建立完之后，就可以按一下 Run Once 来确认一下这个模组设定有没有问题。那像我们这捞出来的资料有没有正确？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下一层，一样再新增一个模组。这次我们要直接呢，在 LINE 之前呢，就把它分开这些资料，并且做一下整合。那我们要怎么做呢？可以选择 Tools， 然后再来输入 Text， 然后 AGGR 这个模组，然后点击 Source Model 呢这个部分选择前一个 Google 行事历。 Text 的部分呢，就是看你要怎么去编排这个内容。比如说第一个通常是行事历的标题，再来是它的时间，你可以选择 Start， 然后给它一个中间的，然后再一个 End。 那这边的部分你可以自己去空行或加任何的文字说明。下一个呢，我们可以选择比如说地点的内容，好，再往下一个描述，大概通知这样应该就够了。那中间呢，我们可以给它一个间隔线，这样我们再传送来的内容呢会比较清楚一点。好，这个排本如果你自己觉得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你都可以自己再去修改。比如说呢，标题、时间、地点、描述这些呢，你都可以按照你的需求去做编排，只要呢不要去动到点选的这些项目就好。那你要怎么编排都可以。好，按下储存。最后一串呢，就是要传送到 LINE 的部分。这时候我们可以先点击，然后选择 LINE 的模组。然后这时候呢，我们不是选择 Send a Reply 的，因为我们不是要回应内容，我们是要直接传送内容。
所以我们选择第二个 Send a Push Message。好，这边可以点击 ADD， 然后这边有一个 Channel Access Token， 你可以到你的 LINE 的开发者那边去取得。这边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去进来或者是取得这些内容的话，记得就我刚刚讲的，去看一下我前面的教学，看过之后再回到这边来，你会比较清楚一点。那要取得这个 token 呢，主要是进来之后切换到 Messaging API， 往下拉到底，这边就有一个 Channel Access Token， 好，把它复制下来。我们把它贴上去，这边你可以自己用一个好记的名称，如果不要也没有关系，那直接按储存就好。再来送出，主要是送出给自己嘛，这个主要要填写 User ID。User ID 要怎么取得呢？如果呢你是建立官方账号的人，那很简单，那你只要到 LINE 的开发者这边来，然后一样回到前面 Basic Settings。往下拉到底，这边就有你自己的 User ID， 你就可以把它复制下来。To 这边呢，你就直接把它贴上去自己的 User ID。最后 Message 这边一样，点击 Add Item。Test 的内容呢，就是前面你这个 tools 产生出来的内容就好，然后这样就按一下 Save， 这样就完成一整个流程了，就4个节点而已，就可以完成每天通知你 Google 行事历的内容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一样 Run Once 来测试一下这个有没有正确。好，传送没有问题。好，也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呢就是传送出来的结果啊，标题、时间、地点，然后描述，然后每一个用间隔这样间隔开。像这个没有间隔开呢，就可以在最后面呢这边再加一个空行就好，那它就会按照你的排版然后去做间隔开来。好，最后完成也都没有问题之后，要怎么去设定时间呢？这边点击，然后这边可以选择 Everyday 每天，然后固定几点就输入就可以了。或者是呢，如果你只是要平日的话，你可以选择 Days of the Week， 然后去勾选你想要礼拜几，比如说你是要1到5就好。6日的话，你就不需要通知行程。这样的话呢，你再去修改下面的时间，比如0800，每天早上8点，然后按下 Save。好，接下来你就把它启动，然后回到前页可以看一下。这边如果出现这个，记得就是按储存 Save Changes， 这样这些东西才会生效。看一下右上角这边，如果是显示 On， 那就没有问题了。接下来你只要等待每天你设定的时间，就会自动把这个 Google 行事历每天的内容传送到你的 LINE 里面咯。看完上面的教学之后，大家应该有想到更多的运用，比如说呢，打造每天传送多少新闻的内容给你看，或者是呢，你可以把每天固定要提醒你的这些内容，透过 LINE 然后直接传送给你。其实这些都是做得到的哦。今天的教学就分享到这边啦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开启小铃铛。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的 AI 相关教学，也别忘了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哦。那我是阿汤，下次见，拜拜。